这是菱角田上最美也最优雅的鸟类水蛭，因此人们也为它取了一个林坡仙子的雅号。注意看，它正优雅地行走在菱角叶上，还顺便一路帮菱角除虫，因为它啄食的正是菱角的大害虫——菱角绒蝇金花虫的幼虫，所以深受菱角农民的欢迎，也难怪在地人会亲切地称它们为菱角鸟。那么刚刚提到的在地究竟是在哪里呢？就是这里，位于台南关田的葫芦皮。葫芦皮是一座人工开凿作为灌溉用途的皮塘，早在清朝康熙56年，也就是1717年，便由当地毛尾港的居民共同筹资兴建完成，至今已有超过300年的历史。而关田也正因为拥有这座得天独厚的皮塘，才让这里的农民得以随时引水灌溉，不仅发展出冬季种糯米稻、夏季栽培菱角的轮作生产模式，也吸引了大量仰赖湿地为生的水鸟在此栖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水蛭，而且它们的生活史还与这片菱角田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每年4、5月是水蛭开始求偶与繁殖的季节，因此它们需要寻找像这样有腐叶植物的湿地来筑巢。然而，此时关田冬季种下的第一期糯米稻尚未收割，田里依旧是一片金黄。那水蛭究竟要在哪里筑巢呢？幸好这里除了有这座已成立的水蛭生态教育园区外，也有部分农民会刻意栽植产期较早的四角林，并采取友善耕作的方式，让水蛭即使在春末也能顺利找到适合筑巢与繁殖的栖地。甚至还有农民自发性的架设自动相机来记录水蛭的生态。顺带一提，关田所生产的菱角主要分为二角菱与四角菱两种。产期较早的是这种四角菱，通常在春节前后栽植，端午节左右即可开始收成；而产期较晚的二角菱，则多在端午前后种下，直到中秋节才陆续采收。其中又以这种能与水稻轮作的二角菱为最大宗，产量占了90%以上。但也因此必须等到5月中下旬第一期稻作收割、整地并注水完成后，农民才能开始栽植。接着到了6、7月，随着菱角叶越长越旺，逐渐铺满整片菱角田，关田葫芦皮周边的田园景观也从原本的稻田转变为一望无际的菱角田。此时几乎随处都能见到水蛭的身影，只要眼睛够尖，甚至不难在菱角叶间发现它们的巢。而水蛭最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是鸟类中极少数采一妻多夫制的种类，不仅筑巢与孵卵全由公鸟负责，雏鸟孵化后也由公鸟独自带大，而母鸟则只负责产卵，完成后便会再去寻找其他公鸟继续繁殖。此外，水蛭还拥有一项足以堪称鸟界冠军的特点，那就是长到极为夸张的脚趾与脚爪，尤其是雏鸟，你看几乎就跟其身躯等长。而这样的构造能有效分散体重，让它们得以轻松行走在腐叶植物上，这也正是它们偏好在菱角田活动的原因。事实上，像高雄美浓的水莲田这类同样由腐叶植物构成的环境，也同样能吸引水蛭前来栖息。其实，此时仰赖这片菱角田为生的，并不只有水蛭。
像黄头鹭就常聚集在几块菱角田后，再各自分散，凭借修长的双腿在林叶间来回穿梭觅食。红冠水鸡的习性则与水蛭相近，同样喜欢在菱角田上筑巢，与悠然觅食。而偏好隐秘环境的彩玉则显得格外谨慎，因为对他们而言，菱角田其实还是略显开阔。那么，既然菱角田能吸引这么多水鸟前来觅食，也意味着以林叶为生的昆虫数量相当可观。因此，就连白头翁与麻雀也常在育雏期间被吸引到菱角田，捕捉菱角容蝇金花虫的幼虫，并先叼在嘴里，再带回巢中去喂食雏鸟。由此可见，这些在菱角田觅食的鸟类，无疑不是农民最称职的除虫大帮手。到了10月，随着季节转换，菱角田的生态也悄悄出现变化。此时，已熟成且质地坚挺的菱角叶已完全铺满田间，一边是农民忙碌采收成熟的二角菱，一边则是各种水鸟在适合自己食性的场域中觅食。不仅能见到以独立的水蛭亚成鸟单独活动，象征繁殖季的结束，也能看到黄棘羚仿佛在草地上行走般的穿梭其间，甚至连喜欢在浅水域活动的银斑玉与高跷痕，也都站上了菱角叶，宣告秋季冬候鸟迁移季节的到来。有趣的是，这些菱角田不仅提供水鸟觅食，也成了绝佳的藏身之所。你看，只要它们静静站着不动，你能在这一大片菱角田中轻易找到它们吗？而在农民忙碌采收二角菱的同时，有些原本栽植四角菱的田区已注水休耕2到3个月，滋生了大量水生昆虫，正好吸引高跷痕群聚觅食。由此可见，一块菱角田不仅能为人类生产菱角创造经济价值，也能为众多水栖动物提供觅食与繁殖的栖地，孕育出难以估量的生态价值。而眼前所见的还只是白天的景象，到了夜晚，还有数量更为可观的各类蛙类在此活动，其中甚至包含名列台湾第2级保育类动物的台北赤蛙。也因此，我们真的可以试着从支持菱角开始，让菱角田得以继续存在于关田与嘉南平原之上，进而保留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如此一来，这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才能在台湾的土地上持续上演。